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新剧军官造型帅出圈，10年资本博弈终结，自由身引爆期待。近日，演员肖战新剧《谍报》上部封顶曝光的路透图在全网引发热议。他身穿民国军官制服，搭配金丝眼镜与皮质枪套，造型精致考究，气场全开。既有谍战片中常见的沉稳冷峻，又呈现出雅痞贵公子般的独特气质。尤其是在镜头中，他骑坐机车，眼神凌厉，肩章与格纹背带裤交错出一种近乎戏剧化的张力感，让民国潮男这一标签焕发全新生命力。当肖战任少白民国贵公子这一话题在社交平台上阅读量突破12亿时，人们看见的不只是一个新角色的魅力外化，更是肖战个人演艺轨迹与资本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所呈现出的破局姿态。从流量偶像到文化使者，从签约小团体到自由身创作者，肖战走了10年。在《谍报》上部封顶中，肖战饰演的任少白是一位表面玩世不恭，内心深藏谋略的军官兼特工。该角色造型之复杂，设计之精密，可谓国内剧集中罕见。据悉，剧组为其量身打造48套不同制服，每套肩线抬高 1.5 厘米，纽扣均复刻1948年民国军官制式，眼镜链长度甚至参考流体力学做出风阻计算。服装指导透露，这种细节考究不仅是视觉美学的呈现，更是角色身份切换与心理状态的视觉化体现。例如剧中某一幕，任少白身穿丝绒酒红外套，于枪林弹雨间慢条斯理整理袖口。这种优雅中带危险的质感，既是人物心理的张力表现，也是一种打破传统硬汉式特工形象的反叛式重构。肖战通过眼神、微表情与肢体节奏，将这位民国军官的双面性塑造的既真实又撩人，引发无数观众感叹，这是顶流演员对角色美学的深度参与，而非单纯的帅气出镜。如果说《陈情令》是肖战的流量起点，那么《藏海传》无疑是他演员身份的沉淀与重建。在那部古装权谋剧中，他所饰演的藏海从隐忍书生一路逆袭为权倾朝野的权臣，其命运与镜头语言紧密结合，初期多为俯拍镜头彰显命运压迫，后期仰拍强化气场，再结合剧中天文台观天仪、榫卯建筑工艺等传统文化的深度介入，肖战逐渐摆脱了流量表层的符号化指认，转向对文化责任与叙事结构的主动参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拍摄《藏海传》期间，亲自跟随榫卯工匠学习3个月，只为准确还原一个古代工匠官员的记忆逻辑。这种以演员之力带动非遗文化出圈的行为，被文化学者戴锦华评价为具备文化自觉的年轻演员楷模。这种路径延续到了《谍报》上部封顶中，当军装配墨镜、枪套混格纹成为角色标志时，这不再是简单的视觉冲击，而是符号解构与身份建构的双重进程。他在以表面纨绔包裹深层理性，挑战大众对民国军人的固有认知。在角色造型与文化深耕之外，更令业界侧目的是肖战如今身份的重大转变。早年作为 X9 少年团成员签约挖机计挖时，肖战曾承受过业内罕见的高比例抽成。龙丹妮团队拥有70%的收益掌控权，甚至在一次流出会议录音中，龙丹妮坦言，他的音域撑不起万人场，综艺感不如杨迪。这种评价曾一度限制了肖战的多维度发展。然而《陈情令》的爆红改变了一切。2023年起，肖战通过重新谈判，将分账比例调整为5:5，并于同期成立个人工作室。他巧妙地将影视合约与商务代言分别签给新力传媒与合颂传媒，实现资源的去中心化，
有效规避了单一资本对其职业路径的主导。这一战略在业内被称为中国版 CAA 模式，即用多头合作结构提升艺人的独立话语权。目前，肖战已彻底从挖机机挖艺人墙中移除，完全实现自由身。他的工作室股权结构显示，所有主控权均归本人或信托机构所有。这一转变让他在玉骨遥成为 Netflix 全球 TOP 10剧集时，能够跨界参与 LV 中国文化纹样项目设计，将个人 IP 价值延展至国际高定时尚领域，成为第一个将中国元素引入 LV 材质库的华人演员。肖战的蜕变不仅限于演艺层面，还在于其影响力所辐射的社会责任。2025年7月1日，他2020年为某公益项目录制从未公开的单人 demo《力量之光》突然上线，被改编为与王贤的合唱版本。巧合的是，此曲上线正值《藏海传》热播，歌词是不忘初心的坚毅语句中观天检疑的精神内核遥相呼应。与此同时，肖战粉丝小飞侠在贵州榕江水灾发生后24小时内紧急行动，自发组织捐款，协调物资，累计送达44.5万件物资，价值达23.87万元。这种细水长流的公益形式，展现的是一种偶像与粉丝之间情感共鸣所激发的社会实践。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当偶像用作品传递精神，粉丝用行动践行责任，这才是正向文化传播的最大意义。回望过去10年，肖战经历了从偶像到演员，从受控到自主，从流量到深度的3重跃迁。他不再是单一 IP 的附庸，而是逐步构建起一个以文化、视觉、角色为核心的内容宇宙。梦中的那片海中为角色增重15斤，藏海传中亲学榫卯技艺，谍报上部封顶中深度参与。服装设计与动作走位安排，每一个动作都是他主动打破流量壁垒的实践。在雨夜的谍报上部封顶片场，他颤抖着按下发报键的细节处理，让人想到老派间谍电影中的沉默张力。在藏海传的甬道中，他根据湿度计算角色行走节奏，这种从深入戏的极致沉浸，已然超越了当下多数演员的表现路径。肖战不再是娱乐工业流水线下的产物，而是一位主动构建内容结构、对抗资本标签的破局者。他用8年5部爆剧、3次合约重构、1次文化跨界，让我们看到中国娱乐产业不是非流量级正剧的二元对立，而可以存在第3种可能文化型演员的自我建构。肖战的自由身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更象征着中国娱乐产业从单一控制走向多元合作的趋势。当一个演员能够同时肩负内容创作、文化传播与社会影响力时，他就不再是被驯化的顶流，而是主动书写规则的创作者。而这也许正是未来中国文艺最值得期待的春天，不靠标签，不靠流量，而靠真实的才华与持续的作品，走出一条属于演员自身的路。